香港已經進入咗夏天啦，唔知你哋今個月過成點呢？因為今個月成日都落雨啊，所以咧就多咗時間喺屋企聽歌啦。所以咧，今條片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呢段進入夏天嘅時間入面啦，我聽得最多嘅碟係乜嘢啦？葬送的芙莉蓮呢隻 soundtrack 咧，一定係我近期嘅摯愛啊！佢4月出嘅時候咧，我已經一早買咗啦。咁咧，我係冇諗過佢係勁好聲啊！因為我買呢隻碟嘅原因咧，係因為我睇咗套動畫啦，而我好鍾意呢套動畫，跟住咧就買咗呢個 soundtrack 啦。原來咧，佢呢個 soundtrack 咧，佢啲動態咧都幾大㗎喎，好多唔同嘅歌咧都有好多嘅弱音啦，同埋咧又有啲大爆棚嘅音樂喎，所以咧都幾難播㗎。因為呢套動畫咧係關於一個中世紀冒險嘅故事啊。製作呢隻碟嘅時候咧，佢哋都非常有心咁揾翻啲古樂器啦，同埋專程去到匈牙利度錄音啊。對於一隻動畫嘅原聲大碟嚟講呢，咁樣嘅製作真係非常之用心啊！呢套動畫咧，亦都令我認識咗 Mila 呢個歌手啊，因為咧佢唱咗呢套芙莉蓮嘅片尾曲啦，Anytime Anywhere 啦。咁呢隻 Anytime Anywhere 咧就出咗2個封面啦，一個咧就係 Mila 嘅封面啦，另一個封面咧就係芙莉蓮嘅封面喎。本身一直都知道 Mila 呢個歌手嘅存在啊，但係咧就冇特別去 research 過佢啲歌係咩啊。而 Mila 咧嗰隻碟咧，其實咧就仲多咗其他 Mila 嘅歌，就唔關芙莉蓮呢套動畫事嘅，咁令到我咧更加聽多咗關於 Mila 嘅歌啊。原來佢唱歌咧係非常之有感情嘅。I went walking home, walking with red eyes, oh December。另一首我鍾意嘅歌咧就係《Hey Song》啊，咁咧因為隻碟跟咗呢個 music video 啦，我睇完之後咧就覺得超級開心啊！佢個景咧仲喺上海度拍得好靚添啊！喺今年3月嘅時候啊，因為環球唱片就加印咗呢個 Abbey Road 嘅張敬軒嘅黑膠啦，咁就令我咧就拎翻《笑忘書》隻碟出嚟啊。但係我拎出嚟聽咧，就唔係佢嘅黑膠啦，亦都唔係佢嘅頭版 CD 啦，而係呢個簡約再生版啊。怎想到我像被人隨便拋低的玩具，還不知應要怪誰？難道我豁得出去？呢個簡約再生版呢，我原本都冇乜點留意啊，後來呢，我就買咗一個系列嘅其中一隻啦，聽到佢嘅口水聲啦，同埋聽到佢成個口型啊，所以呢，呢個簡約再生系列都係非常之值得入手啊。良心可因敲擊碎，女人開始使我恐懼，遺失了你才明白我會消失了生趣。同埋咧，如果唔講聲音方面啦，呢一隻碟咧，亦都係軒仔第一隻廣東歌嘅大碟啊！入邊嘅歌咧，真係非常之用心唱噶，所以咧都亦值得入手啊！講到廣東歌咧，呢幾個月我聽得最多咧，就係梁詠琪呢個演唱會啊！我本身咧拎出嚟咧都係打算聽下，都冇諗住佢靚唔靚聲嘅。咁啱咧有一個月咧就插咗反相喎，發現反相聽之後咧非常之靚聲啊，聽到非常之有現場感啦，直頭感受到咧佢成個會場個空間咧係有幾大啊，同埋咧啲人聲咧都非常之細緻啊。人又話唔記得歌詞，我唔係寫㗎啦，記得。我都話掂咗15個鐘頭，我
是將一切作主馬信任你，完全輸了運氣，輸了自己。仲有一隻碟咧，就成日聽嘅，就係一隻麥兜故事電影原聲大碟啦。麥兜故事真係睇到都識背啊！我最印象深刻咧，應該就係呢個火雞嘅故事啦。後來我先知道，一隻火雞由出世到俾人劏，都不過係幾個月之間嘅事。即係話，隻火雞死咗之後，同我哋一齊嘅日子，仲長過佢自己本身條命。但係講到佢隻原聲大碟呢，我諗就唔係個個都聽過啦。咁我揾到呢隻碟嘅原因呢，係因為有一期呢 Facebook 就有啲師兄推介，咁我就特登揾翻嚟聽下啦。唔好意思，午餐賣晒，試唔試下我哋嘅晚餐啦？一樣嘅啫。日光日白食乜鬼嘢晚餐啊？播出嚟呢啲聲音都非常之直接啊！咁以20蚊二手價嚟講，可以有呢個聲音質素，真係好值得入手喎。因為作為一個發燒友呢，當然會成日將啲器材啊或者剪裁啊會換嚟換去啦。但係呢，想知道究竟換嗰個剪裁或者係器材呢，嗰個聲音質素係點呢？咁都需要準備啲唔同嘅碟呢嚟測試下，究竟佢個聲音特性係啲乜嘢啊？唔知點解5月嘅時候呢，就覺得有啲涼涼地喎，於是呢，就想揾翻一隻有秋意嘅黑膠出嚟聽下啦。咁呢，我就本來都有啲奇怪嘅，點解呢一隻碟呢，明明黑膠發售嘅時候呢係2月份啦，但係點解會有秋意嘅呢？尤其係 Side A。因為咧，原來呢隻碟咧發行之前咧已經用 CD 嘅形式咧就發行咗噶啦，而黑膠嘅 Side A 嘅歌咧，其實就等於佢 CD 版本嘅 My Room 嘅 Side 3啦。咁佢 Side 3咧，其實發行嘅時間當時就係10月份啊，所以就有秋意嘅感覺啦。成隻碟咧，我最中意咧就係 Side A 嘅第2首歌啦。首歌一入笛嘅時候，佢已經奠定咗成首歌嘅基調啊，完全咧就感受到嗰一種咧秋天到尾差唔多入冬嘅時候，有少少冰冷而寂寞嘅感覺啊。個笛出現之後呢，就伴隨住一陣低頻啊！呢個低頻呢，用咗呢個 Tickon 嘅漸片之後呢，係非常之能夠呈現到一種質感啊！呢幾個月呢，就試埋去另外一種產品，就係 DRAM Sheet 啦，因為試過嗰個 DRAM Pro混合式避震剪裁，佢嘅低頻非常之有質感啊！雖然呢個 DRAM 嘅薄型鍵片呢就唔係同一個材質啊，但係呢都想知道究竟 Tickon 呢個品牌會唔會都對呢個低頻處理都會比較好呢？所以呢，就特登揾呢隻 Cohen 嘅碟呢，就試一試個人聲嘅低音啊！我係非常之中意 Cohen 呢個歌手啊，因為佢有好獨特而低沉嘅聲線啊，同埋咧佢嘅歌詞咧就用一啲好細膩嘅文字咧，就描繪出人性嘅複雜同埋感情嘅深度啦，所以咧不愧係一個音樂嘅詩人啊。If you want a lover,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me to。果然 Tickon 對於呢個低頻嘅控制力啦，同埋處理啦都非常之好啊，呈現到咧 Cohen 咧嗰一把好低沉而有質感嘅聲音啊。因為我都想試一試咧，佢播古典樂咧係究竟係播成點啊，所以咧我就拎呢張 Godot 嘅碟咧出嚟聽一聽。咁佢係邊個咧？其實佢就係 Godot Midori 嘅細佬啦。呢一張呢係 Godot 嘅第一張專輯啦，當時佢只係有16歲嘅啫。咁呢，我要聽呢就係第4首嘅李斯特的鐘啊。
次呢個版本呢，係小提琴同埋鋼琴嘅二重奏喎，覺得 Lu 嘅技巧呢係非常之了得啦，但係絕對呢就冇炫耀技巧嘅感覺喎，同埋呢亦都唔含糊同拖泥帶水啊，非常之有速度感嘅。而呢隻碟呢嘅錄音呢都非常有水準啦，用咗 Tikon 之後呢，更加覺得佢嘅聲音強弱對比呢更加清晰啊！咁今集嘅分享呢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呢一類型嘅唱片分享？